我的这身衣服啊，你穿着还算合适，可就是素了点儿。带些监视就好了。公主，给袁大小姐备的驱寒汤来了，喝点吧。阿元，你要是难受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本公主心胸宽广，随便你扛。甩了一个毫不信任我的男人，有什么可哭的呀？那你真的不打算原谅端侯了吗？我想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哭吧。你看过他哭？那倒是没有，不过我觉得他挺看重你的。上次在围猎的时候，他来找过我。我想拜托公主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自从回京，因为接二连三有事，我一直没有机会跟阿元好好叙过。都这么久了，你们俩还没好好说话，什么事儿啊？难不成你日夜想着陪你心尖上那位泽生郡主吗？这就是我想拜托公主的那件事。泽生是义父的独女，她如今刚到庸国，我有责任多照顾她一些。但我近日常去宫中，是有别的缘由，日后你们自然会明白。阿元现在好像有些不开心，我想请公主帮忙解释一下，让她不要误会。你为什么不自己说啊？自从我回来以后，一直被人盯着。若我跟阿元太过亲近，我怕会连累她遭遇险境。谁跟着你啊？若是我说我怀疑那个人是夜王，公主会相信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不过，我也不想让阿元难过，随你的意思，我会替你转达的。多谢公主，日后公主若是需要帮忙，我定会鼎力相助。我上回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，但是看你在生气，我就没说。不管他跟泽生怎么样，是他再三避而不见，是他不信任我，是他将我的情谊视若敝屣。当时的情形你也看见了，换作是你，你还敢信他吗？也是。赵岩要是这样子对我，我也受不了。阿元，你看看你，你这要钱有钱，要身材呢还有身材，人又长得漂亮，还有什么可愁的？说的也是，想当初我在庆和的时候，喜欢我的女孩子从城西排到了城东，现在我回了京城啊，喜欢我的男孩子从皇宫排到了元府。唉，其实我也愁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不如我们仗义貌美的长乐公主就从了我吧。哎呀，你别耍贫嘴了。公主，袁夫人来接袁大小姐回府。阿慈，等等我，阿慈，阿慈，阿慈。
谁？你来干什么？师兄，你的伤还好吗？我已经没事了。为何却被你牢握着心门？回忆的绚烂，对不起，我的眼神真的对不起。只该是一瞬。我没想到会连累你受这么重的伤，对不起，师兄。别哭了。你若真的觉得对不起我，就赶紧收手，别再跟着夜王作恶了。但是你知道的，我父亲在夜王手里，我真的是迫不得已。若是我将你父亲救出来呢？我已经得到线索，很快就会找到你父亲的关押之处，把他救出来。他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？这段时间尽量拖延，别再提夜王杀人了，啊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难道最后只随你从今往，却有我们？我不想问，默然隐去在绝美的伤痕。公子，塔儿，左公子，你先回去，我回头再去找你。左公子。好。什么事啊？左公子，快去看看我家公子吧，他昏倒了。什么？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他怎么样？脉象紊乱，心绪不宁，这是又闹出了什么事？他到底还要不要命了？阿元，阿元，小婉，小婉，又是为他。阿元被陷害，景慈没有帮他。阿元洗清自己后，便当众跟他决裂了，还顺便为了他已经忘怀的风眠婉的身份，跟他一刀两断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这姑娘，比我们想象中的更果决。可阿慈根本放不下他，那他还那样冷落人家。你可知，长乐公主跟我抱怨过几次，说她常常去见那个王泽生，还不时地留宿在宫里，对阿元冷淡得很。她打量着阿元还是她身边的小侍儿，由着他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吗？阿慈和泽生郡主走得近，一方面是因为泽生郡主一直说自己身体不适，即便是看在他义父的面子上，阿慈也总得看顾着些吧。另一方面，他也想借此机会，找出那个暗中向他动手的人。那个人，就是庆贺一系列案子的幕后黑手。那个人是……夜王，他果然又要害阿慈。上次被他逃了，
只可惜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，去皇上那里指证他。若真如此，阿慈为什么不和阿元说清楚？如今彻底寒了人家姑娘的心，还怎么挽回？阿慈只是不想把阿元也牵连进来，才有意和他疏远。毕竟我们面前的这位人畜无害的二皇子，其手段毒辣的让人心寒。而阿元又是一个嫉恶如仇之人，若是被他知道了，指不定又会做出什么事来。阿慈只是在保护阿元，他做的没错吧？前世今生，一刀两断，永无瓜葛。阿元，对不起。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已不再相信。我也想要好好守护一个人，一生一世。我并不认为我跟袁大小姐有何关系，也劝袁大小姐不要强求。公子是我的亲人，有公子在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。风眠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等他再大些，我就找户好人家把他给嫁了，让他离了姑姑的眼睛，可好？你照旧嫁，我会作为送亲使跟着，后续的事情我会安排妥当的。既然所有人都认为我该嫁，那我就嫁吧。这碗药，你会忘却过往，一切从头来过。我才听说揽月湖的事，阿元没事吧？他回来以后就回自己房间了，说是头疼想睡觉。我怕他想太多，就给他喝了一碗安神汤，也不知道这会儿睡得怎么样了。阿元，我不喝，公子，我不喝，我不喝。阿元不怕，不喝，咱不喝，不喝啊！娘在这儿，娘会保护你的。阿元不怕，不怕。娘，娘，娘在这里，娘在这里啊！是娘不好，没照顾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娘，我难受。阿元不难受，不难受，万事都有娘亲在。那些欺负我儿的人，娘绝不会放过他们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问我？娘，我不是袁清离，对不对？你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？
我曾经无数次的做梦，梦到和景慈在一起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时而开心，时而难过。梦里的景象很零碎。景慈，他总是冷冷淡淡，但又对我很好，而我小心翼翼，像个小丫鬟似的。我一直以为，是因为我喜欢他，在乎他，才会一直梦到他，梦到我求而不得。不是吗？若是梦的话，我应该梦到把知夏姑姑打一顿，而不是被他痛打一顿，还不敢反抗。知夏，他还唤我风眠晚，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名字。可是我听到的刹那，下意识的只想答应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我的名字，我用了18年的名字。是吗？我和赵岩是青离的好友。其实赵岩早就跟我说过，你不是青离，而我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敢确定。但你之前是什么身份，我也不清楚。你是我的大女儿，青离的双胞胎姐姐。从你出生的那一刻，就被人盗走了。坚持住，用劲儿，用劲儿啊，用劲儿，快出来了，快把劲儿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后来，我终于平安地生下了第2个女儿，给她起名字叫青离。这些年，娘一直在找你，却始终没有你的下落。直到我被当成袁青离给送了回来。你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我分辨不出来。可是你一开口说话，我就知道，你不是青离。青离，你总算醒了。青离是谁啊？你又是谁啊？虽然我并不知道我走了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回来，可是我知道，你是我的女儿。好孩子，你回来了。你总算回来了。可，青离是怎么变成阿元的？我和阿元后来调查过，疑点甚多，我们看得一头雾水，却听说是伯母，不用继续深究的。因为这整件事情就是青离和景慈联手做的。什么？什么？我后来派人查过，昭王曾将还是丰年晚的你许配给纪王的堂弟，纪国的大将军李元，而李元恰好是青离的心上人。说来真的是冤孽。李元出使庸国，不知怎的就跟青离相爱了。可是两国随即翻脸，仇恨越积越深。朝臣们都建议立刻斩杀李元。我怕青离惹祸上身，再三阻止青离跟他见面。青离千方百计地想要保住李元，送他离开。也因为我的阻止，跟我越发疏远。那些帮着你让我痛苦，让李元痛苦的人，我当然要报复，哪怕代价是我的名节。
青离，青离，青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跟李云的仇都已经报了，还管他什么名不名声？你不还有我吗？我娶你啊！你娶我，你还敢娶我吗？我为什么不敢娶你？我是棉花素流的小贺王爷，你是风流放旷的袁大小姐，我们天生一对。也就是那之后，青离和北燕定下了亲事。这个时候，景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不想让你嫁给李渊，他就密会青离，决定移花接木，让青离代替你嫁到晋国。他在侍卫的食物里下了药，令他们手足无力。随后，他买通的市井无赖出现，轻易将侍卫们打倒在地，带走青离。大小姐，在青离离开后，另一波高手出现，将中了迷药无力反抗的元府侍卫尽数杀害。你就是这样代替青离回到了袁家。那是什么人干的？杀了元府那么多的侍卫？是当今的大雍皇帝。为什么？景慈虽未认祖归宗，但消息灵通的都知道，他是皇上与景妃所生的儿子。景妃？那位景妃，可是当今皇上的挚爱，气性也大。只因我和皇上走得近些，他一怒之下，就拖着8、9个月的身子要回昭州，在回昭州探亲的路上遭遇劫匪，结果一尸2命。后来听说孩子并没有死，还被昭王收做了义子。昭王的义子就是景慈，住在昭王宫。没错。其实雍王早就通过飞廉卫知道了景慈的存在，也知道他有这个打算，所以便希望把景慈和景慈身边的人往雍国引。为了防止那些没有死的侍卫坏了景慈的计谋，便派人在事后补刀，杀害了那些元府侍卫。我女儿的性命对他来讲都算不了什么，我府几个侍卫的性命，他自然更加不会当一回事。景慈身边的人，自然是我。而我作为风眠丸居住的地方，就是昭王宫。我是景慈从娘身边带走的。你去沁河以后，我就派人去昭州暗查。那时候，景慈还小，盗走你的是知夏。知夏似乎把景妃的死归咎于我，不仅盗走了你，还有杀了你，用来祭奠景妃。景慈不忍心，救下了你，留在身边，充作了侍婢。没事了，如今回来就好。我回来了，可是我却离开家乡父母18年，我如今又被磨成了一片空白，我就该忍受着，我就应该
当这一切没有发生过吗？阿元，今次他到沁河县帮我查案，跟我日日相伴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做什么？阿元，怎么了？阿元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阿元，北燕，快去传大夫。好，去那边躺一下，来。大夫，我们家小姐怎么样了？啊，夫人，小贺王爷，袁大小姐她急火攻心，乃至肝气郁结，气血不畅。这症候最要紧的是静心调养，切忌再受刺激，否则火邪内侵，气聚血积，恐成大病啊！景子把阿元气成这样，果然不是他的良人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给景子伤害阿元的机会。夫人，我先去开几帖疏肝解郁的药给小姐服着。那多谢了，多谢。小洛，快送大夫出去开药。哦，大夫这边请。啊。北燕，还好有你陪着阿元。阿元是我未婚妻，我当然要陪着呀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想尽快迎娶阿元。北燕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。你有什么事是跟我无关的吗？伯母，婚姻大事非同儿戏。我们还是一起出去商量一下以后的事吧。好。喂，你们回来啊！你们这事儿，我瞧着得去宫里一次了。父亲，您当年和母亲骤然离世，留小寒一人。许久过去，小寒一直不信你们的死会是意外。如今内情毕露，小寒总算知道害你们的人是谁了。当初匡国军副帅死的时候，我可着实出了一把力呀。匡国军副帅，对，就是那个自以为是、整天在朝堂上指手画脚的匡国军副帅傅荣。我喝2杯酒，他就敢弹劾我流连风月，哼！什么东西？这么多年，小寒竟然完全没有察觉。不过没关系，
现在醒悟还不算太晚。父亲、母亲，小韩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。端侯府那边传出什么消息了吗？听说端侯回到府里就病了，只不过左妍希去得及时，下药对症，很快就缓过来了。我女儿还病殃殃地躺在床上，她居然就缓过来了。夫人若看他不顺眼，要不要我安排人？他这人心机过人，又有左妍希在旁护着，想伤到他恐怕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不过，也不能那么轻易就放过他。我瞧着他对阿元也不是全然无情，只不过像他生父一样，恋上这个，又会爱上另外一个吧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？下药吧。只不过这把毒药要直接撒在他的心口上。就算这世间所有人都不相信我，只要有一个人相信我，就像我无论何时都相信他一样。可是如今，我怎么信你？我怎么敢信你？再信你，岂不是我瞎？对不起，阿元，我虽想护你，却考虑不周，反而一再地伤害了你。侯爷，小韩，小韩有些私事要办，不能再保护侯爷了。你想报仇？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加入飞廉卫，其实也是想借助飞廉卫之力找出仇人。叶王那日已亲口承认他害了我父母，我怎能饶他？我们上次颇费心思，都没能扳倒他。以你个人之力，对付他谈何容易？侯爷放心，我并不打算硬碰硬对付他。从庆河到京城，我观察过他很多次，对他的习惯了如指掌，可他对我却一无所知。这就是我取他性命的契机。叶王行事狠辣凶残，我会想办法对付他。你又何必独自行险？侯爷见谅。若让小韩继续坐视仇人逍遥，小韩将寝食难安。侯爷珍重，小韩告辞。公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第一要紧的是养好自己的身体啊！你来这儿做什么呀？小鹿，赶紧滚回你们家狠心的主子身边去，这不欢迎你。哎，小鹿，我这次来就是想拜托你跟阿元小姐解释一下。我家公子真的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欺负完我家小姐就直接回京了，这叫苦衷？这叫品行恶劣吧？不是，公子留了信的呀，说明身份的。信是吧？来，拿出来给我看看，谁能说明他的身份？小姐痴心一片，当即就回了京，让我千方百计的去打听他的身份。我们赶到端侯府的时候，他装作不认识一样，直接就把小姐赶出来了。不可能，公子怎么可能赶阿元小姐呢？我们家公子还来找过阿元小姐，只是元府的下人说她不见客。呸，不可能！
桩桩件件的事情我看得一清二楚，你还想狡辩？走！哎，小鹿，小鹿。哎呀！给。你的糕点都掉出来了，还能吃吗？回去赶紧上药，赶紧走吧。啊！阿元那边，若是你真的放不下，就等你病好了，再找机会挽回吧。啊？好。可我从未见他如此决绝过。或许，从前总是他追着我，盯着我，才会给我错觉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他都不会离开我。此话当真？当然真了。我表哥就在袁府里当差，亲眼看到小贺王爷和袁大小姐在窗口抱在了一块儿，可亲密了，一点都不避忌的。他二人本便有婚约，袁大小姐不同意而已。现在看来，两家的喜事近了。可不是嘛！这几日小贺王爷一直住在袁府，都不舍得回去了。听说是和袁夫人商议好，可能近期就要请旨完婚了吧？听说咱们侯爷也有些心仪这位袁大小姐呢。哎，不是我说我们家侯爷，这天天对着人家泽生郡主，心里还想着人家袁大小姐。你把人家袁大小姐当成什么了呀？况且自己又病成这样，袁夫人是瞎了眼才会把女儿嫁给他呀。哎，别胡说。你病成这样，他们偏在你面前说这些，明摆着想要你的命。不行，我得派人好好调查一下那两名太监的底细，很可能有人在背后指使。不用了，他们说的那都不是事实吗？就是因为我迟迟不能给他一个交代，才寒了他的心。阿恒，谁打了你？小鹿。你去找小鹿做什么？公子，对不起，你在沁河写的那封信，让我转交给袁大小姐，袁大小姐并没有收到。你说什么？是夏姑姑拿去，说她要送去，但她也没送。姑姑，公子身体要紧，咱们赶快回京吧。好。对了，我还得把公子的书信交给李大人跟袁姑娘。他还留了书信给凤鸣呢。他怕他们担心，所以留了书信。好，
我把行李收拾好了，就把信给他们送过去。这，公子的病不能耽搁，你赶快把公子送到马车上去。好。袁大小姐见你离开，便悄悄跟你回了京。好容易打听出你是端侯，想跑来找你。恰好那时公子伤病未愈，知夏姑姑便带公子回绝了他，说不见他。我刚问过守门的侍卫，确有此事。后来，他再度来找我，恰好有人窥伺，我怕连累了他，故意冷言冷语地赶走了他。对，所以阿元小姐当时就伤心了。于是呢，我在阿元眼里成了什么样的人？我与他山盟海誓，随即不告而别，从此避而不见，甚至再三赶逐了他。我成了怎样品行卑劣的无耻之徒？